大家好，我又来到了恩施。恩施这边是真凉快，大家看我的衣服就知道了，我又加了一件外套，穿短袖还有点凉凉的。今天来看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。我们都知道中国地大物博，所以呢有很多大的峡谷、大的天坑，还有大的山洞。那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，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山洞，它是中国现在已探知洞穴最大最长的一个。大家猜一猜长度有多少？大概是60公里啊，超级震撼吧！今天我们就去里面探索一下，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新奇之处。它是在湖北恩施利川的腾龙洞。一走到这里啊，就发现这个河水的声音特别大，因为这下面呢就是一条大的河流，叫做清江。一进来这里就发现一个小型的洞穴。我们看看前面那里，波涛汹涌，下面是地下暗河，这里的水流太大了，是不是有点吓人？这样一看都是超级巨大的，最近可能有活动吧，摆放了很多东西。这里就是腾龙洞的主入口，它还有一个腾龙洞后洞。那边好像是一条徒步线路，大家看看这个洞是不是巨大无比？高度大概是70多米，宽度也是大概70米。那我看了一下资料，就是在这边呢，可以有20辆大型卡车并排驶入。还有呢，以前这里是有热气球的，也就是说，在这个地方，热气球和直升飞机可以自由的出入。超级震撼吧！我们都说一般洞穴在入口是比较大的，到了里面可能比较小。它这里不一样，进去了很多地方比这个入口还大还高，所以这就是腾龙洞的独特之处。里面还有山，就是洞中有洞，洞中有山。你在很多地方可能看不到，因为这个地方你如果没有开发成景区的话，一般也没有几个人敢走进去，因为长度太长了。说到热气球，这个就是了，我们说的吊篮一样的，人站在上面，热气球就在上面。热气球以前在这里呢有好几种方式，一种是自由飞，大概30分钟，可能就在这个外面宽敞的这个地方，自由飞。那个还有呢，原地起降的那种热气球呢，大概是5分钟。就是原地起降，可能热气球以前就在这个位置中间。我们现在看到这里是不是很平坦？啊，前面呢还有石头，还有一些大的木头。那这些是什么？以前这里就是相当于一个地下暗河，只不过后来改道了，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它是叫做清江古河床。我们刚才一进来的那个地方也是属于清江。那几段木材呢，是远古时期沉于水土著中形成的阴沉木啊，就相当于这个木头经过了不知道多少万年，材质坚硬，香味独特，被认为是宝物神器。这几根阴沉木呢，证明腾龙洞曾是清江的通道。也就是说，在远古时期，这里的河水非常大，这些都是灯光秀。这有点跟哪里很相像呢？跟陕西大唐不夜城。那这里大部分是动物，那可能表演的就是一种动物迁徙的方式。你看看，各种各样的动物都有。这2年自驾徒步，我都非常喜欢来湖北，因为湖北旅游有个好处呢，它有一张电子旅游年卡，就包括了很多景点。今天我们来的这个腾龙洞啊，用了年卡就免费了。前面还有一条大的花船，龙船，它这个地方应该是为了5·1准备的吧。我们再看看这个洞口，资料说是70多米，看起来都不止啊。还有旁边这个上面都有水流下来，所以说其实很多时候在这种大山里面、洞穴里面，水是不缺的。这里相当于是一个停车场，就是里面电瓶车就是从这里开始一路进去。看看里面一直都是这么大的，
我是第一次见到在这种长的洞穴里面，还有观光车、电瓶车，这在其他地方看不到啊，因为其他地方可能也没有这么长的洞穴可供参观。上面也是这样的，还有很多黑色的，不知道是不是以前蝙蝠留下来的痕迹。走在这里，灯光是很亮，大家都可以放心的走。那其实，在湖北恩施、还有重庆、四川那些山区，还有很多没有探知的洞穴，就相当于野生的一样的。在这样的地方是很好走的，很多没有探知的洞穴，一个人就不要去了，太危险了。这里面很有意思啊，摆放了很多。如果大家5一来的话，应该有不一样的表演。这个灯光还挺好看的，上面有一个大的洞，这个是不是有点像那种被什么钻开的？我的感觉有点看不到头一样，太长了。就是我今天如果不坐电瓶车，我徒步都可能要徒几公里。哇，上面还有独特的东西啊，有点像螺旋一样的。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那种矿坑倒过来一样的，是不是很相像？这里面还有个大型的剧场。那么如果游客多的话，这里还会表演，听说是表演土家族的一种特色，俊男俊女成亲的画面，还有一些唱歌的画面。走到里面还发现有摔碗酒，这个当时火的时候是西安，然后全国到处都跟上了。已经有电瓶车来了，就这个，很快吧，它一直往里面开。所以说，在洞穴里面能够坐车也是一种美好的享受，美好的玩法。我们现在看到这里呢是水泥比较平整，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，有第一支科考探险队进入到神秘的腾龙洞，当时这个里面啊全是淤泥乱石。为什么？因为以前基本上是没有人来过的。到了里面，现在特别安静，因为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。还有呢，就是里面一些水声，感觉有点怕怕的，因为这个有点吓人，毕竟是一个洞穴嘛。腾龙洞的神奇之处在于洞中有山，我们前面看到的就是这个山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，叫做龙陵山，大概高度是40米。相传呢，就是腾龙洞的守护神一条神龙，每5000年来这里呢蜕皮换鳞，日积月累形成了这个山，所以叫做龙陵山。当然这是传说，其实原因我个人猜想是另外一个。大家来仔细看看啊，我们看看上面的情况，它是一个大的洞穴，螺旋而上，是不是有点像我们说的那个矿洞的倒过来一样的？外面也有一个螺旋。那这个呢，它是叫做一个生烟井，就是到了夏天，这洞里面呢，温度呢也比较低，它是有点烟雾、云雾缭绕盘旋而上，所以叫做生烟井。那么这个呢，我感觉就是上面的石头日积月累掉下来，掉到地面，日积月累形成了这个山。从上面那个顶部到下面高度大概是118米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洞穴现在的高度里面呢，差不多100多米了，很神奇吧？这个就是神奇之处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上面那个石头呢是比较碎，估计呢是从上面掉落下来，要不然不会刚好说下面有一个这么40米高的山，上面那个洞穴呢有点像矿洞。我估计是这样形成的，大家猜想是不是？以前这里肯定有很大的河水，这个石山挺高的，而且上面呢石头特别多，有大有小。假如说现在如果灯突然断电了，熄灭了，我估计我会马上往外跑的。还有一点，我们中国呢
大概有13、14亿人。那这个洞穴被称为可以容纳7亿人，大家就能想象这个洞穴到底有多大，到底有多长了。到里面越走越冷，越来越害怕的，真的是有点恐怖的感觉，因为完全看不到人，估计坐观光车的人都出去了。在这里还有一些小溪，水是从洞穴里面流出来的。这一块特别潮湿，因为好多水流，就相当于地下水，还有呢从那些洞穴里面流出来的。我估计在这个山的后面呢还有溶洞，因为要不然水流不出来的。明显的看得出来，这边高低都不一样，下面呢又相当于一个是峡谷，上面是修一条路。这里面太潮湿了，到了这边连灯都没有，上面那些看着怪瘆人的。前面应该就是激光表演的，还有音乐呢，不知道还能不能赶得上。碎石成堆，太多了，全是石头。在这边已经快走完了，刚才的激光秀就在这边，现在已经结束了。下面还有很多座位，我们就不去那边走了，估计也差不多。这边我们就参观完了，现在准备坐电瓶车出去，单程10块钱，也不算贵吧。就说这个，我们准备坐上去。腾龙洞就参观完了，大家整体感觉如何？是不是挺不错的？里面还是有很多神奇之处的。总的来讲的话，就是奇、怪、高、长。最后看一下这个洞口。这么大的洞穴很少见，也有这样一种说法，说是在里面3天3夜都走不完。